手运筹为我种，一生一死，爱恨两相逢。一年一世界，一人一江湖。气势如虹，浩荡存心中。天下武功虽微快不破，后有落寞谁能说得过？成败亦如昨，对错又如何？有谁不是看惯了离合？我一击必破，任督二脉，血都打开。对罪恶，我一击必破，一身正气，排山倒海。不出则已，一击必中，不动如山，一击如火。豆豆呢？为什么没来？其实他已经几天都没来了。几天没来了？为什么？不知道，我们都找不到他，电话也打不通。不知道会不会跟他爸爸失踪有关？他爸爸失踪了。他跟我们说已经失踪1个星期了。其实我比较担心，他是不是又被阿公阿妈虐待了？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他跟我们说，他阿公阿妈一向来都不喜欢他，他常常被他们打。有一次还不给他零用钱，结果他饿到晕倒了。那你们知道他住在哪里吗？我知道。不如我们一起去吧。需要通知教练吗？我们路上联络他吧。你们收拾东西，快啊！你好，我们是找豆豆的，他在吗？你们是谁？豆豆几天没有来道馆了，我们想知道发生什么事。你是他妈妈吗？我叫 Mary， 我是。怎么回事？你们是谁呀？你是豆豆的爸爸。听说你失踪1个星期了。我。你太不负责任了！你知不知道你不在的时候，豆豆过得很惨，还被他阿公阿妈虐待。来嘞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阿公阿妈？什么虐待啊？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我不是他的爸爸，她是我太太。我给豆豆管吃管住，还帮他交学费杂费。虐待什么啊？你们到底是谁啊？我是豆豆的武术教练，这些是他道馆的朋友。原来是你们！我说过不准他练武的啊，你们还来这边做什么？为什么不让他练武？豆豆的父母很早就已经离婚，他爸爸是一名海员，经常出海，所以他把豆豆寄养在我的家里。那你想，如果他因为练武的话而受伤，那我怎么向他爸爸交代？所以之前他说被阿公阿妈打，都是假的喽？这孩子，豆豆从小就被忽略，所以一直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存在感。我相信他是想得到你们的关心与注意，所以他才编故事骗你们。所以他一直把自己讲得这么惨，是要我们关心他，注意他。他想太多了，真正的朋友不会计较我们的身世。他不应该这样骗朋友的。朋友之间的信任，如果失去了，就永远没有了。
那豆豆现在在哪里啊？他前几天去了无名岛，今天应该就会回来了。医生，我听你爸说你这几天很晚回来了。他是不是不开心我没有回去煮饭给他吃？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你想这辈子都这样逼着我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最近又想起了一峰，我想到他总是关心别人，多过关心自己。你记得吗？他以前总是说，只要我们快乐，他就快乐。我哥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人。然后我开始想到我自己，我一直想着要你原谅我，一直想着让你回到我身边。不过我从来没有想过你的感受。我知道我很自私，所以呢，我们重新从普通朋友开始，好吗？普通朋友。虽然我真的很不舍得，但是我真的不想再看到你这么难过。我知道你现在没有办法原谅我，但是你至少不用避开我。我们就当成是刚认识的普通朋友，好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现在真的很乱。有什么好乱的？我们只是普通朋友嘛，好吧？开玩笑的啊，我爽，可以吗？拜拜。好，我就考你们，你们猜错的话就要喝酒。放马过来。我最喜欢的数字是3。你们怎么知道？你跟我们说过啊。有吗？我还知道奕晨喜欢7号，明明喜欢8号。那一凤你呢？对哦，好像没听你说过你喜欢什么数字。我喜欢378。因为你们喜欢什么，我就喜欢什么。哥就是这样，常常都是你快乐，所以我快乐。这些日子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熬过来的。每天活得像一具丧尸一样，一天到晚就只是练我，练我，练我。从网上观察过迪士佛的全路，无论速度或全路都是我无法突破的，更别说他的绝招。
真的完全没有把握能够打赢他。我一直引你为傲，你一定会打赢的。我真的有很大的压力，人前人后还要装出让人不担心的笑容，真的很想崩溃，但是我能这样做吗？加油啊！决赛你一定可以赢的。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庆功宴，等你拿奖杯回来就可以了。你们等着吧，我不会让你们失望的。哥，加油！不出则已，一击必中；不动如山，一击如火。我活得很累，真的很累。有时候，我只希望有人对我说一句话：没关系，即使输了比赛也没关系。对不起，哥。原来你一直承受这么大的压力，原来你是这么痛苦的，原来我们根本没有人了解你。对不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没人？大家都还没到吗？啊，原来你们都在这里啊！为什么不接电话？豆豆，你看谁来了？Daddy，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你这段时间到底去了哪里？我一直都找不到你，还以为我真的会变孤儿了。豆豆，对不起啊，我的船之前因为出了一些小意外，所以没办法和你联络。我以后不会这样了。怎样？喜欢你的惊喜吗？我之前是骗你们，还做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害你们不能练习，真的是对不起。我答应你们，我一定会努力练习的，不会再拖大家的后腿。豆豆，我们是一个团队，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跟我们说，不用藏在心里，我们一起想办法解决。 Yes， 教练。你以后再不好好练习，我就揍你。豆豆今天的表现很好，他平时到这个时候啊都会很累。那当然，他难得听到他爸爸，当然要在你面前表现得好一点啊。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豆豆笑得这么开心了，原来他喜欢武术的。黄先生，我知道你工作很忙，但是希望你可以抽出一点时间多陪陪豆豆。他看起来很乐观、很开朗，但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孤独的孩子。他常说骗话是希望可以引起我们的注意，但是他需要的不是我们的关心，是你的疼爱。我这个父亲真的不称职啊！我想给他好的生活，就拼了命去赚钱，没想到这样反而忽略了他。我们知道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豆豆，不过我们觉得他可能比较需要你在他身边。我知道，这次回来看到豆豆，我已经决定了要安定下来，好好陪在他身边，至少不再让他为我担心。真的？那他知道了一定会很开心。谢谢你们啊，这段时间对他的照顾。爸，你还在教那几个小鬼啊？对啊，我们刚刚训练回来。街上随随便便找个人跟你比试，你都打不过，你还有脸拿着一击道的名声到处教人家武术？我看你还是趁早离开武术界，免得那些人以为啊，一击道出来的人都是一击就倒。爸，郑斌没你说的这么糟糕，总有一天你一定会看到他的实力的。他连自己的障碍都克服不了，还谈什么实力呢？这样子下去，只有让那些孩子跟他一样变得软弱。郑斌是很用心的在教他们，
孩子们是看到他的用心才会信任他的，别再落井下石了。我落井下石？等狄西佛把他打败后，你就知道谁才是落井下石的人。爸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是我只是担心我。他不是担心你，他是担心你会让他丢脸，破坏他的名声。随你怎么说。我只是担心，他连命都没有。2个打不过他，3个一起来吧。哎，你们干嘛这种表情啊？不要跟我说你们觉得我打不赢狄西佛。教练，你不是说我进步很多了吗？不如让我来挑战 Johnny， 这样你还可以看看我训练的成果。你不行，要的话也是我上场，我经验最丰富。我知道你们担心我，不过我根本没有在怕他。如果狄西佛现在出现的话，要我跟他打，我也 OK 啊。我有事要跟你谈谈。你们先去暖身，不要被这件事影响，去吧。狄西佛，你和郑斌的约定都还没到，你怎么会来这里的？我来提醒你，下个星期我们比赛，你好好准备，别让我失望。喂，到时候的比赛，我代替教练。文凯，乱说话。12年前你跟一季道的比赛没有分出胜负，下个星期我们来找出结果。好，我期待。走。你们在看什么啊？不用担心，我已经做好准备了。下个星期我就会让狄西佛知道，谁才是真正的拳王。这个啊，是训练你的体力和速度，我会越来越快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这训练太强人所难了，文凯会受不了的。这才叫训练。像你们这样跑几圈、打几套拳，就想拿冠军吗？依晨姐，没事的，是我要求施工加强训练。你不要倔强了，为了赢，为了比赛，你连自己的身体都不顾了。说完了没有？说完了走，不要打扰我们训练。再来。
了，师傅！我看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没受伤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点小伤算得了什么？师傅，你讲了一点好不好？他每天早上跟大家一起练习，下午要接受你的个人训练，到了晚上还要准备考试，你还给他那么高难度的训练，你想逼死他是吗？你这样过度的保护你弟弟，迟早会害死他的。别忘了，当年一峰也是因为你，而让他不能专心的练习。你干嘛又扯回以前的事了？以前虽然是常陪哥练舞的，我们都很努力，只有你看不到而已。我看不到。当年要是你们真的用心的话，会有今天这样的水准吗？没话说了是吗？给我走。好了，我真的没问题的，你们先回去吧。真的没事？没事的。来，继续。哦。舒雅，什么事啊？可不可以想个办法，怎么阻止我爸陈梦文凯？其实想了想，也许师傅说的也没错。你不是一直反对文凯练舞吗？为什么突然认同我爸？以前是我太任性，常常打扰一峰练舞。现在我想通了，我想支持文凯，我想让他专心达成自己的梦想。其实我哥的死也不能全怪你。你不怪我们了。我想了很久，想通了，真的不能全怪你们。你想通了就好。我只是希望你要相信我，我不是故意隐瞒你的。还有之前我一直想把真相查出来，不是因为想为自己开脱，我只是希望我们不要再为这件事牵绊着，永远无法打开心结。我最近很没有空。你没有空关我什么事啊？我每天都要监督你训练文凯，搞到我真的没有空。所以你每天都要吃泡面，因为我没空。嗯。但是如果你下午不再训练文凯，那我或许会有一点点时间煮你喜欢吃的东西啊。不用麻烦了，泡面挺好吃的。爸，我不是反对你训练文凯，只是你不可以拿捏一下你的训练？我是担心你会把他逼得太紧，有一天会把他给逼走的。这么容易就被逼走的话，就不配当一技道馆的人了。哎，你要我怎么说你才明白啊？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会用我的方式去训练文凯的。当年你哥没有拿下冠军，这一次我要文凯顺利的拿下。那好，你训练文凯的事我就不会再管了。但是如果你太过分的话，我一定会阻止你的。还有，可不可以对郑斌和舒雅好一点，不要一直提起以前的事了。我说错了吗？嗯？他们两个是害死你哥的罪魁祸首，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。
干嘛那么晚了不睡觉？发什么呆？我刚才突然醒了，就睡不着了。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有心事跟我说，有什么问题我会帮你解决的。没事了，就可能最近有点压力。压力？谁给你压力？我感觉得到，大家对我的期望都很高，尤其是师公，他真的很希望我能赢。我担心，如果我拿不到冠军，他们会很失望。比赛这种事很难说的，你尽力就好。你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，trust me。可是，我跟你说，不管你有没有拿奖，有没有拿冠军，根本不重要，最重要是你要开心。如果你觉得比赛压力太大，就不要比，退出。我帮你跟师傅说。姐，其实我真的没事的。我先去睡了，晚安。张斌，听说你最近一直到处找人比武。对啊，跟迪西佛的约定快要到了，我要好好训练，才可以把他击败。我的哇！你在骗谁？你根本都还没走出我哥的阴影，怎么上场比赛？你这么做等于是在伤害自己。你在关心我啊？之前在你爸面前你也帮我说话，你不生气啦？我之前帮你说话是因为我爸太过分了。你之前隐瞒我的事，我还在生气。到底是怎么了？一下子对我很冷淡，一下子又关心我，被你搞得很乱。我也不知道，你就当成我是神经病好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我说错话了。其实我知道你在关心我，我已经很开心。郑斌，虽然我哥是为了保护你而受伤，但这也不能证明是你害死他的。为什么突然那么说？我是希望你放下我哥的事，好好应付比赛。踢得快点！不错，不错。踢什么 ，Mr. Simon？ 迪西佛先生，什么风把你吹来了？今天我徒弟 Johnny 要跟你们打，到时再一起打吧。我不管，今天我徒弟就是要跟你们打。Mr. Simon， 既然他们要挑战，就让我上场。谁让你出来的？回去。我有信心能打赢他们。有信心，很好。可是我没有答应。开始吧 ，Mr. Simon， 我们一起到，不能失落的。不能打 ，Mr. Simon， 不能打的。Mr. Simon， 相信我，我能打赢他们的。打就打。没事吧？这就是精英团。走，你给我站住！
Mr. Simon， 谢谢你。石曙光，你爸好像伤得不轻啊，你要不要去看看他？我才不要！他这么有钱，又那么怕死，肯定会医好自己，才不需要我的关心。我的手伤成这样都不过来问候一下，真的是。Hello， 啊，我现在过去，OK。石叔，我帮你吧。来。来。我先去洗洗手，你们谈一谈吧。伤成这个样子，跌倒的。我知道前几天迪西佛去 Simon Fitness 踢馆，是被他弄伤的吧？知道了还问？我还以为这么怕事，肯定不敢和迪西佛打。我是一击到的，他骑到我头上，明知道我打不过，也要跟他拼一拼的。重点不在输赢，重点是一击到管的人是不能被侮辱的。别说这个了。你什么时候搬回来呀？宝贝呀，自从你妈离开我之后，我就只剩下你一个宝贝女儿了。如果连你也离开我，那我不是孤单一个人吗？我可以搬回去，但是先说明，我不会再加入精英团队。只要你肯搬回来，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。我去接个电话。文凯，你干嘛搬我的东西？文凯的呀，他生病了。如果你不说的话，我就打电话问他姐姐。等等，只要你不追究，我可以告诉你另一个秘密。什么秘密？还没有死啊！哎呀，有人真可怜呢，连他儿子怎么死他都不知道。你真的不想知道你的儿子怎么死的吗？有话快说。你知道为什么盛斌宁愿放弃我这里的高薪，每天看着你的臭脸，还要帮你重整你的道馆吗？因为他对不起你，他内疚。你的儿子是被你2个徒弟给害死的，他是为了他们在比赛之前受了重伤，才在擂台上猝死。你到底要说什么？给我说清楚一点。你听好了，
比赛的前几天，你的儿子为了帮郑斌出头，跟几个小混混打架，结果受了伤。在比赛的前一天，舒雅要跟他闹分手，你的儿子竟然爬墙要找他，结果在半路摔了下来，伤上加伤。小波，爸，师公，来得正好，帮我们看看哪里可以改进吧。师傅，你们两个还有脸留在这里吗？说什么帮我重整道馆，也不过是为了赎罪。当年一峰要不是因为你们两个而受伤，也不会猝死在擂台上面的。你怎么知道的？师傅，对不起，一句对不起就想把事情解决了吗？要不是因为你们，现在站在这里教他们的是一峰了。爸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不想见到你们，给我滚！还有你也是，滚！爸，不要再打下去了，你会受伤的。我问你，他们害你哥受伤的事，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了？你居然也跟他们一样隐瞒这件事？他们这几年都在自责，他们也不好受的。他们害死你哥，你还替他们说话？哥的死不能完全怪他们。那我怪你了。我跟你说，我是不会原谅他们的，你也不要再说了，要不然我连你也一起赶走。爸对我的期望那么高，如果我输了，他一定会很失望的。所以，我只能不断的努力，没有退路。你一直那么痛苦，我们大家都不知道。千万不可以让别人跟你有一样的下场。哎，这么急约我们出来，什么事啊？师傅出事啊？有件事想要跟你们说。不用说了，我知道我不应该再回去刺激师傅，不过文凯他们就要比赛了，我不回去训练他们的话，他们要怎么应付？哦，我们回去，师傅看到我们一定会气死。其实我哥的死不能全怪你们。他当时是受伤了，但是他倒下的真正原因是压力。压力？怎么一回事啊？其实他当时没有信心可以打败狄西佛，但是大家，尤其是我爸，对他的期望太高了。他为了不想让我们失望，只好一个人背负着所有的压力，偷偷的练习。这才是他死的真正原因。奕晨啊，我天天都跟他一起练习，他看起来根本没问题啊。记得我跟你们说过，我哥的 blog 里有一篇文章是锁住的吗？你找到密码了？我打开了，你们看了就知道。爸对我的期望那么高，我一定不能让他失望。但是我要如何才能打赢狄志佛呢？我一定要再努力一点，只有不断的练习才能打赢狄志佛。可是我已经拼了命的训练，但是还是达不到要的目标。
该怎么办？原来当时他承受那么大的压力，我却没有察觉到，还整天怪他没有时间陪我。我这个女朋友真的好烂啊！我们都是他最亲的人，为什么我们都没有发现？这件事情你没有告诉师傅吧？怕他承受不住。这件事情如果他知道的话，他一定会崩溃的。之前错怪你们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你们，是希望你们不要再怪自己了，真的不是你们的错。心疼，不发现的我才是最懂事的。当你再次舍不得放过我，就能割舍。你不是答应我不会把教练和舒雅姐的事说出去吗？为什么转个头就告诉师公？现在教练和舒雅姐都被赶出一技道馆，你满意了吧？我是不忍心那个老头什么都不知道，被他2个最亲的徒弟给骗了。少在这里假惺惺了，你只不过是想借用这件事趁机打击我们。你为什么这么卑鄙？你根本不配当我爹！我养你这么大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说话？是严东山是我这死对头，我就是要打击他，怎么样？亏我之前还觉得你有那么一点点的正义感，看来那些都是为了要骗我回家的手段。我告诉你，我才不要待在家里，整天看你的嘴脸。好，既然你那么讨厌我，觉得我卑鄙，我就不用再隐瞒文凯生病的事了。文凯生病，他生什么病？他乱说的，你不要相信他。我约了文凯，我先走了。舒安，喂。我6亿啊！我以后会好。我以后。开始吧。就算自己不能赢，我只是担心你不知道怎么施法。你sorry sorry。也太帅了！哎，sorry sorry sorry。